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对赵丽颖求而不得，让权志龙滚回韩国，王思聪真实人品到底怎样？阅读此文前，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，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，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。感谢您的支持。公众人物的日常生活经常会被无限放大，成为老百姓日常的谈资，所以大多数公众人物都会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尤其是在镜头之下，哪怕与真实的自己截然相反，也会表现出最体面的一面。然而王思聪却从未在公众面前为自己立过人设，一直都在做最真实的自己。当然了，王思聪确实有不看别人脸色的资本，毕竟是万达公司的太子爷。那么王思聪私下的真实人品到底是怎样的呢？敢爱敢恨。作为娱乐圈中的纪检委，王思聪不会在意自己的直言直语是否会给他或是家里的公司招黑，而是坦然直言，向公众表明真相。比如某些明星在镜头面前表现得温文尔雅，私下里却有着肮脏不堪的一面，他都直接说。当然了，这位娱乐圈的纪检委也有自己十分喜欢的女神。王思聪曾经在节目中公开表示自己是不婚主义者，但如果对方是戚薇的话，他可以放弃一直以来坚守的原则。他很喜欢戚薇，并且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欢，甚至直接在对方面前表白。王思聪说，第一次见到戚薇时，对方并没有注意到自己，而是在电梯口擦肩而过。对方的气场显然并不是普通的小明星，而是有一种女神的风范，这一眼他便被戚薇深深吸引。对于王思聪迟来的表白，戚薇感到十分意外，并质疑他为什么不早点来表白。王思聪解释到，当时的他还并没有名气，所以不敢上前。对于他的示好，戚薇表示自己现在过得十分幸福，并且并没有离婚的打算。王思聪也只是一笑而过，向曾经喜欢的人表示的祝福，展现出自己敢爱敢恨的一面。对赵丽颖求而不得。王思聪因为家里资产雄厚，背景很硬，所以经常在娱乐圈中直言怒对一些不公正的行为，以及那些他觉得表里不一的明星，也丝毫不会顾及旁人的面子直接点出。除了在节目中表白过的戚薇之外，在娱乐圈里，王思聪还有一位十分喜爱的女神，那便是赵丽颖。王思聪喜欢赵丽颖的原因十分简单，那就是赵丽颖从出道以来一直坚守自己的原则。因为家里面并没有在演艺圈中从业的人脉，所以赵丽颖从出道以来便开始经历龙套生涯，直到跑了9年龙套后，才得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角色，那便是《还珠格格》中的晴儿。这个角色并不是《还珠三姐妹》中最讨喜的角色，但在琼瑶翻拍的新版中，赵丽颖却是所有演员中在现阶段发展最好的人，甚至已经成为了85花中的顶流存在，而且是女演员中的演技天花板。了解到赵丽颖自强自爱的独特人格魅力后，王思聪十分想要认识她，还托了2个人的共同好友林更新，希望能够帮忙介绍。可每次邀请都被赵丽颖拒绝。赵丽颖拒绝的原因十分简单，她并不想和所谓的资本牵扯上任何关系。哪怕王思聪表示自己只是想要和她交朋友，并没有想要涉及2个人的商业版图，但也依旧没有得到赵丽颖的同意。赵丽颖的拒绝也让网友纷纷调侃，原来太子爷也会吃瘪。中国明星带头重韩。对于不少90后与00后来说，周杰伦是他们在歌坛的初代偶像。周杰伦也明白偶像的意义，经常通过自己的作品给歌迷传递正能量。他经常在颁奖场合呼吁粉丝不要重日、重韩，华流音乐才是最有魅力的。
周杰伦的歌曲也大多是中国风的类型，为粉丝展示独属于中华文化的魅力。只是在《快乐大本营》等综艺的流行下，更多韩流音乐开始走向国内，不少韩国明星也成为了中国人疯狂喜欢的偶像。印象最深刻的事件，应该就是当年杜海涛跪拜权志龙。当年湖南卫视在举办一档晚会时，特意邀请了当时热度较高的权志龙来到现场，与粉丝朋友一同互动。作为主持人之一的杜海涛见到权志龙后，截然不顾自己的形象，直接跪到对方面前，表达自己的喜欢。哪怕身边的人想要拦住他，也没能成功。在中国人的礼仪中，表示友好应该举手或者鞠躬，跪拜礼只能向自己的长辈表达。杜海涛这样的举动无疑是一种带坏粉丝的动作，尤其对于一些未成年的学生来说，他们并没有树立完整的价值观，甚至经常会用模仿成年人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层次。快乐大本营因为杜海涛的出格举动被骂上了风口浪尖，当然还有不少粉丝站出来替杜海涛解释，表示韩国人的礼仪就是行跪拜礼，觉得他这样的举动没错。无独有偶，在节目中向观众传递崇韩精神的片段并不知发生在快乐大本营中。当年因为撕名牌而风靡全国的综艺《奔跑吧兄弟》也经常出现。兄弟团中的7位成员凭借着搞笑的风格以及勇往直前的精神，感染了许多观众。这档节目不仅成为当时国内最受欢迎的真人秀，其中的几位成员也被捧成了一线明星。作为兄弟团中唯一的女嘉宾 Angelababy， 虽然在撕名牌时无法像其他男生一样勇猛，但是在兄弟团中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。当然了，作为唯一的女生，其他兄弟对 Angelababy 也格外照顾，节目组也对她有着很明显的偏爱。Angelababy 曾经不止一次在节目中表达过自己对权志龙的喜欢，就连属于她的高光片段时，节目组都会贴心地搭配上权志龙的歌曲作为背景音乐。他们在商场里偶遇权志龙的人形照片时， Angelababy 也会不顾一切站在一旁与自己的偶像合影。因此在浙江卫视举办跨年演唱会时，也特意邀请权志龙来到了现场。成员们也贴心地满足了 Angelababy 的追星之梦，让她作为嘉宾现身，还亲切地拥抱了权志龙。看见自己的偶像 Angelababy 虽然没有像杜海涛一样直接跪在他的面前，但整个人也表现出十分激动的样子，瘫倒在的。在之后的节目中， Angelababy 也不顾自己的女神形象，一直在旁边跳着权志龙的舞蹈，怒斥权志龙滚出韩国。可以说，中国的粉丝之所以会逐渐喜欢上韩国明星，与这些本身就崇韩的公众人物有着很大的关系。但是我们永远要记住，任何事情在爱国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，哪怕诋毁我们祖国的人是自己喜欢了许久的明星。2017年对于我们的祖国来说是十分关键的一年。这一年中，美国截然不顾中国的抵制与谴责，坚决在韩国装置萨德导弹，韩国人也表示赞同。抗美援朝是每个中国人都该铭记的历史，了解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，就会明白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为何会选择志愿去帮助朝鲜。从地理位置可以看出，一旦美国占领了朝鲜，就会导致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再无屏障可言。接下来就是唇亡齿寒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我们国家，所以当年我们及时出击，阻止了美国。如今美国想要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的行为，与当年的朝鲜其实有着本质上的雷同。美国这样的行为自然也导致中美关系一度陷入了紧急戒备状态。当然了，除了这两个当事国家之外，韩国就像跳梁小丑一般，以为只要萨德导弹在自己国家部署，便可以称霸世界。
全然不知自己也不过是美国的棋子罢了。韩国人表现得同样很兴奋，哪怕是公众人物，也截然不顾自己的言论会对公众产生怎样的影响。比如权志龙就当众回应，如果自己的祖国需要他，他可以无条件上战场，为祖国战斗。这种言论，这样的决心，对于自己的祖国韩国而言，自然是正确的。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，便带有十足的挑衅意味。对于权志龙的挑衅，过去那些十分崇拜他的人并无任何反应。比如曾经跪拜他的杜海涛与 Angelababy， 在本次事件中仿佛隐身了一样，全然不顾国家形象。反而是平常总是给别人带来很狂妄感觉的王思聪站出来表态，他没有任何犹豫，便说道让权志龙赶快带着自己的纹身滚回韩国去。不仅如此，王思聪还买了一条与权志龙一样的项链，权志龙曾经说过这条项链是全球限量款，十分昂贵。王思聪则表示自己只花了20元便买到了这条项链，不过他并没有给自己戴，而是给宠物狗王可可当装饰品戴。这个举动的意味已经不言而喻，虽然有些嚣张，但涉及国家面子问题，他反而得到了网友的怒赞。为河南暴雨捐款，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4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流传到现在还依然完整的国家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是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不了解，也永远无法体会的精神。在我们的国家中，集体利益远比个人利益更加重要。面对天灾人祸时，我们的力量太过渺小，但依然会不顾一切去支援同胞。河南暴雨发生的十分突然，国内民族企业纷纷持以援手，为河南人民捐款捐献物资。当然了，不少公众明星也都捐款献爱心，只是他们捐款的数额十分少，这与明星平常被爆出来的片酬有着极大的差别。反观王思聪，在自家公司已经捐款3000万的前提下，依旧以个人名义从自己的账户中出钱，再次为河南捐款500万。他还在朋友圈中发布自己为河南人民祈求平安的祷告。在援助武汉疫情时，捐款名单中也有王思聪的身影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他捐款用的钱并不是从家族企业中的来的，也不是和父母要的，都是自己挣的钱。这样的精神才值得我们去学习。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这才是国内良心企业应该具有的精神。王思聪虽然不是明星，但他却有着很高的关注度。刚开始，王思聪以富二代的形象，经常在公众面前发表一些过激言论，导致公众对他的印象并不好。但了解他之后，就会发现他所展现的不过是自己非常真实的一面。而且王思聪有自己的底线，那就是民族大义。王思聪对娱乐圈一些黑暗行为也十分排斥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支持为公众传播正能量的明星。仔细了解之后，就会发现这个狂妄的富二代其实也有可爱之处。